这将有助于增强你的韧带和肌腱，这也会帮助你肩部的灵活性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加里沃克，欢迎回来观看另一个视频，锻炼出更大的胸部的方法。这个视频专门为那些在健身房锻炼的人准备。这是一个专为50岁以上男性设计的健身房胸部锻炼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来看看第一个动作。第一个动作，我想带你做的是一个平板卧推，意味着你只需在这个平板上放上适当的重物进行训练。我更喜欢这个训练方式，而不是那些叫做选择器的机器。所以如果你去一些健身房，他们有那些机器，你实际上需要选择重量，那也没问题，如果你必须走这条路。但通常这些机器的问题是，它们不能独立工作。你会注意到板在的设备，它们每一侧都是独立工作的，所以你不会有任何不平衡。这就是我更喜欢板在设备的原因。你在健身房看到的很多设备，都是让你坐在这个舒适的位置上向外推，那些和这个一样好，好吧？我希望你在这个锻炼中这样做。你将会有4个总的动作，这3个将会是相同结构的，每组3个。我希望你做到8到12次的重复，在8到12次的范围内挑战自己，意味着如果你这里的重量可以做15次以上，那就太轻了。我真的希望你努力做到12次的最大重复次数。还有一点，当你固定好位置时，我希望你首先仔细挤压肩胛骨，然后再下压，确保挤压在一起后再放低。这就是我的意思，这将有助于保护你的肩膀。所以再一次，让我给你展示我喜欢的节奏。当你把重量推起时，我喜欢大约3秒的下放节奏，数到1，数到2，数到3，停1秒，然后再用力推上去。好吧，爆发意味着尽可能用力推上去，所以再来一次，数到1，数到2，数到3，停1秒，然后推上去。好吧，让我做3到4个，这样你可以看到我喜欢的结构。好的，这就是第一个练习。我希望你把这个锻炼当做一个直组进行，意思是不要在做这个练习后立刻做下一个，而是完成后再回来看。我希望你先完成第一个练习，然后再进行下一个。通常我喜欢在做这些时休息大约90秒，所以深呼吸一下，放松一下心情，稍微活动一下手臂，打开胸部，感觉更舒适，让一些血液流出胸部，然后进行第2组。好了，完成第3组后，我们将进行第2个练习。对于这个，我喜欢使用拉力器。大多数健身房通常会配备拉力器交叉机，或者许多健身房也会拥有这些多功能训练系统。这稍微窄一点，我其实更喜欢用这个。我想做一个可以在空中飞翔的中间飞鸟。如果你有那种可调节的那种，就像这样，可以调到最上面和最下面的位置。调到最下面时，我喜欢使用那种可调节的，通常我会设置在中间的那个范围。如果你只有调到最上面的选项也没关系，你只需从高到低进行排列。所以主要的区别是，当我从高到低时，你更注重下部区域；当你直接向中心伸展时，更加注重整体胸部。好的，正如我之前所说的，这8到12次的重复次数是这3个练习的最佳重复范围。这里的关键点是，你要坐在那里，仔细挤压肩胛骨，向下放松身体，然后保持胸部向外翘。我希望你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肩膀要下沉，胸部向外挺起，然后向前伸展。这可以避免你过度使用肩膀，因为当你让胸部塌下时，可能会引发问题。如果你不保持胸部挺起，你会看到人们在这里，然后他们又回到这里，肩膀缩短了活动范围。
让我给你演示一下我是什么意思。大幅拉伸，胸部挺起，保持这个姿势，你在锻炼整个胸部。如果你不保持胸部挺起，它会慢慢下沉，而当你向前走时，前肩部会感到用力，这会占据很多胸部的工作。所以，让我给你示范几次拉伸胸部挺起。同样的节奏，数到1，数到2，数到3，暂停，直上，数到1，数到2，数到3，暂停，直上。好的，这将是所有这些练习的共同节奏。我们已经完成了胸部推举，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拉力器飞鸟。接下来，我们将专注于锻炼上胸部。我个人很喜欢使用倾斜的史密斯机，这样好吗？你会看到很多在标准固定长椅上进行的倾斜训练。问题是，如果你使用标准的倾斜长椅，大多数都是锁定在这个45度角上，这样的问题是会有很多对前肩的锻炼，导致它会更多的锻炼前肩，而不是上胸肌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稍微降低这个角度，这样可以有效减少前肩的负担，真正专注于锻炼上胸肌。使用拉力器也是如此，我确实喜欢用史密斯机来做这些。史密斯机的一个优点是你不必担心稳定肌肉。你已经在进行许多其他的练习，这些练习有效地锻炼了你的稳定肌肉，因此在这个特定的练习中，我想去除那些负责稳定的肌肉，也就是那些可能使你无法顺利进行此练习的肌肉。如果你使用哑铃或标准的自由重量杠铃，这样会让你保持在一个相对固定的位置，因此你只需专注于拉伸和收缩你的胸肌，从而更有效地锻炼。拉伸和收缩，你无需担心重量的实际稳定性。在我开始实际的重复之前，我想指出的另一件事是，你会看到很多人把肘部伸直在这一侧，这样可能会影响动作效果。肘部外展会损伤你的肩膀，所以我希望你稍微把肘部向内收回，稍微调整一下。你会看到我不会向外侧伸展，我的肘部会更向下，稍微收紧。如果肘部完全收回，这更像是一个三头肌的练习，但这里大约是45度的角度。所以让我再给你展示几个，记得放松肩膀，好吗？我希望你收紧并放松肩膀，这样可以保护肩膀。肘部，你会看到肘部的位置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保持完整的运动范围，直线向上，1001、1002、1003，暂停，直线向上，1001、1002、1003，暂停，直起身，休息90秒。恭喜你已经完成了3个动作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最后一个动作是常规的自重俯卧撑。在做俯卧撑时，我希望你能给自己一个挑战。在做完这3个动作后，你的胸部已经会感到疲惫，所以我希望你在做俯卧撑时，目标是100个总重复次数。如果你还做不到，那就是你的最终目标。你总是希望这前3个动作做8到12个重复，你想要完成的，这将是一个真正的收尾动作，一个胸部收尾。这100个重复可以是10组10个，你可能一次能做50个，能做50个就一次做50个，然后完成剩下的，随你需要。但最终目标是做100个总重复。这可能需要你5分钟，也可能需要10分钟，但这就是你要做的。即使你不能用脚做完100个，也可以跪下完成。就这样完成它们。让我给你展示几个要点。基本上，我比较喜欢稍微宽于肩宽的位置，手掌不要完全朝前，要像这样稍微旋转出去。这将有助于打开肩膀，并在肘部周围提供更多的稳定性。然后我希望你在做这个时把肘部收紧。回到我告诉你在斜板卧推时不要做的外展，情况是一样的。我不希望你把肘部外展，而是稍微收紧。看到这里的旋转了吗？收紧时，你是这样推的，而不是手指肘外展。任何时候你处于这个外展的位置，都会毁掉你的肩膀，好吧？作为一个年长者，尤其是50岁及以上的人，你要尽量保护你的关节，所以双手要比肩宽，向外旋转，肘部要内旋。你看到肘部内旋了吗？然后慢慢来，
做同样的动作。暂停拉伸，暂停拉伸。所以再次，你可以尽可能多做这些，如果需要跪下完成，就跪下完成。就这样，深呼吸30秒、60秒，再做一些，你会一直做到100次。好吧，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帮助增强韧带和肌腱，这也会帮助你肩部的灵活性，而且你会充满血液，所以在做完这些后，你的胸部肯定会充血。但这就是本次锻炼的全部内容，希望你喜欢。我希望你能认真实际完成这个锻炼，回来详细评论一下，告诉我你的真实感受。就这些，赶紧去做吧，祝你好运。